针对这两个人呢未来的走向，今天呢关南还会给大家呀继续做一个预测啊。虽然之前的那个预测是侥幸被我预测中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两个人下一步的发展是什么，那么对于时事未来的影响是什么。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啊。今天我在录制节目的时间呢是2025年的6月6日，北京时间的15点54分哈。在今天录制视频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一个触发点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一看到我的视频就会想到这个触发点，因为今天白天呢，很多大 V 啊都开始说了一件事儿，就是川普和马斯克呢正式撕破脸了。那我在今天呢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啊在后台的私信留言，包括在我微信上的留言啊，说关南你预测的太准了啊。确实我在这一点上，包括我在上一期节目啊我都说过，应该我是在全网第一个预测马斯克和川普呢能够翻脸的人啊。然后呢其实当时预测呢不只是在几周之前了，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啊。因为那个时候马斯克和川普呢还是在蜜月期啊。那么针对这两个人呢未来的走向，今天呢关南还会给大家呀继续做一个预测啊。虽然之前的那个预测是侥幸被我预测中了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两个人下一步的发展是什么，那么对于时事未来的影响是什么啊。所以这是本期节目的后半段要和大家去讲的。那么前半段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呢按照当下的一个实时啊做出一个预测。因为呢今天是6月6号，就在昨天呢我们刚好进入到了一个节气，这个节气呢就是芒种节气。那么这个芒种节气呢，实际上它标志着什么的来临呢？就是壬午月的来临啊。我和大家去讲过哈，我们在去做八字预测的时候呢，没有存在闰月的概念啊，我们完全按照的是24节气，也就是12个节、12个气，12个节代表着12个月的起点啊。那么芒种节气呢，就代表着这个5月啊，我们说的5月是这个中午的午啊，这个5月的一个起点。当然呢，我们在之前也做过很多的预测，比如说在去讲川普的时候，我说了他的今年压力特别的大，阴历4月份，也就是说这个4啊，就是上一个月，阴历4月。实际上是他压力的开始，而阴历的5月是真正压力的开始啊。那个是也就是说上一个月份啊，我们说只是说做一个铺垫，而真正的开始是在阴历的5月。这一点我们是在早之前就跟大家去讲了，所以实际上它是这个其他的压力我们看不到啊，但是至少在6月5号之后，伊隆马斯克和川普之间的这种公开的撕破脸，并且在网络上维持了几个小时的所谓的对骂了啊，那么这个也代表着对于川普啊会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说了这一点啊是会影响他的一些应该说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的啊。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中国内部的一个分析。那么之前呢，很多啊，我看网上的一些所谓的大 V， 所谓的听床师哈，都在去说啊，好像是在演一部电影一样，叫做《消失的她》啊，都在说她去哪儿了啊。那么就在实际上6月5号左右啊，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跟大家去讲过，我说中国内部的问题啊，不要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你们这个有很多的人在去这样说那样说，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去相信所谓的这种听床的概念啊！因为呢，我说了，如果说这个月份，也就是壬午月啊，就是6月5号芒种节气过了之后，发生了一些明确的标志，才能够进一步相信。也就是说，这个标志到底标志着什么？标志着往左走，还是标志着往右走？标志着上，还是标志着下？实际上，不要看前面的4月，而是要看5月。
而刚刚好，你看，哎，在芒种节气前后，这个5月发生了很多和之前截然相反的一些状态以前是找不到了，现在是公开出现了。那么这种实际上它才能够作为一种确凿的证据。冠南依然还是和大家去讲面临中国的问题呢，一个是26年、27年，这是我在之前呢就跟大家去讲过的所谓的什么红羊赤马年这个概念我们说还是要大家了解一下、注意一下的，并且根据1949年10月1号去判断大运的话呢，那么刚刚好26、27，这个也是在一个换运的过程当中，所以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不见得呢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的顺畅、那么的完美。所以这也是第2个要考虑的。第3个要考虑的，那么我相信我们这个频道的老观众都会知道，关能跟大家去讲过，对于中国来讲，现在叫做下元9运，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下元9运是什么卦当令呢？叫离卦当令，对不对？叫做火运。这个事儿呢不假，离卦当令代表着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叫做九子离火运，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呢，我在很早之前，也就是说在2024年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这样一个概念。其实这个9运呢，它是20年。我们现在说一个大运都是20年那么这20年呢，分上面的10年和下边的10年。把一个大运呢分成上半段、下半段，而上半段呢，我们是用先天八卦来去做主导的，而下半段呢是由后天八卦来做主导的。而先天八卦离卦的这个位置是什么呢？叫做震卦。这个我跟大家去讲了，10年实际上是以震卦为主导的。那么这个震，我们说是震动的，是地震的，对不对？震为雷它代表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说了，在这个10年当中，它的变动变化会比较多、比较大，但是你要知道，也是比较持续。它管10年呢。所以你不要相信说任何一时一刻的变化就会改头换面、改天换地。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讲呢，我还是要说自己要按照自己的现状做好一个论持久战的准备我经常和旁边身边的朋友去说，我说你多了不用去想你现在一定要想一个问题，就是25、26、27这3年你怎么样去过，对吧？因为现在面临着整个内外局势的压力，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想幸福的生活，你自己怎么样打算？对吧？外部的政治什么的，这些我们都不去谈，我们就自私的去想自己的话，你就要先想25、26、27这3年你能怎么样过？这是我给大家最真切的一个提醒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吧好了，那么开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去说的芒种的一个预测。它针对于阴历的壬午月，而你会发现，中国进入到壬午月的时间呢是2025年的6月5号17点57分，也就是在酉时的这个时间。所以排除八字之后呢，是乙巳壬午、乙巳乙酉好，那么往不好的方向来去说呢，大家一下子就会发现说，乙巳。这个我们频道的老观众可能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乙巳是什么？叫做福银。我曾经和大家多次说过这样的一个概念，叫做福银，泪淋淋。这个福银呢，就像踩在烂泥走路是一样的。福银出现最多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在过去疫情最严重的3年当中。那么再按照节气的这个表现呢，基本上大概率都会出现福银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在过去的就是从2020、21、22这3年当中，全世界的一种表现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什么呢？反复无常，前途无光，就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所以福银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踩在烂泥路里面走路所以
踩在烂泥路里面走路，并不代表不能前进，但是比较怕的是什么？方向性的错误，啊。我一直在给朋友去看八字，因为有很多海外啊、海内的朋友啊找我来批八字。批八字的时候，如果你的命格当中带福音的话呢，我都会和大家说一句话，就是第一个，你不要求快。啊，就是你求快是求不来的，你踩在烂泥路里面，你求什么快呀，对不对？第二个呢，方向大于速度，就是你要确立好方向之后，慢慢的走，别着急啊。所以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壬午月就是芒种节气过的这一个月，方向非常重要啊。所以呢，我还是要强调啊，在今年我跟大家说的4个字叫做不利危强，你千万要注意哦，不利危强也是一种方向啊。如果说你站在危墙之下，就很容易怎么样被牵连到啊。好了，那么在这个八字当中是中国的乙巳啊，但是有的朋友会说了啊，还有一个乙酉啊，巳酉是相合的，对不对？哎，这个确实有啊，包括从美国进入到的芒种节气的八字当中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国家呀，它的日柱全是在乙巳日，啊，也就是说全是在6月5号进入到的芒种节气啊。而美国呢是乙巳、壬午、乙巳、戊寅，啊，然后呢也出现了合，啊，这个寅和午啊半合，这是巳和酉半合啊。好了，那么。当然，这2种合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们认为还不是真正的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这个巳酉合呀合成半金，这个午和寅的合呢合成了半火。你要知道，这个八字当中的乙呀我们说它实际上是日主天干，它五行是属木的，而对于这个八字来讲呢，都是有一点克日主的概念啊，这个是克日主，这个是耗日主啊，都是有一点泄的状态啊，克泄的状态啊，所以尽管有合呢，也不见得都是好事啊。但是呢，关南要和大家去说一点哈，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当中，判断中美两国看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看中国未来的发展，你就要看在这个月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个新闻呐，报纸啊，你要多去看一看啊。你关心哪一个方面，你就去看一看。以前那些假消息满天飞的，是不是在这个月份就能得到印证？啊，印证有的可能就是假的，就变成真的了。啊，有的可能有说的有鼻子有脸的，现在看就是什么子虚乌有。所以这个月对于中国来讲呢，就是印证这个的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我还是要说，铁三角现在来看啊，已经垮台了啊。我们之前啊给美国定义，这是我个人去定义的一个铁三角，就是川普啊、万斯和马斯克。那么现在呢，川普和马斯克啊2个人撕破脸了。现在铁三角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川普和万斯了啊！当然呢，我也说过，万斯今年是大运冲太岁，并且是天犯地冲，那么万斯也非常容易给川普的执政带来麻烦啊！那么到底是怎么样带来麻烦？是他个人出错，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呢？这个也是要让我们去观察的。啊，所以我们这个铁三角呢已经应验了啊，一个啊，这个现在伊隆马斯克是正式退出了啊，当然会不会有合作呢？等一会儿我们再说啊。好，另外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是，整个呢在壬午月当中啊，乙呢作为日主天干，而壬是乙的正印啊，然后午呢含着什么呢？食神和偏财。所以壬午的食神组合就是这样的，天干为正印啊，然后呢地支是食神生财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从中美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在上一期节目当中说过一个概念，就是到底谁贵了，对不对啊？很多人都爱说，要么是中国贵了，要不是美国贵了。我说还谈不到谁贵的问题。现在呢，
只是在政策的相互调整、相互博弈，还没有说是一个珍贵的状态啊。但是在这个月当中，对于川普来讲，确实压力会更大一筹啊。所以中美两国元首通了电话之后，可能又干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磋商调整。这个磋商和调整，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印代表的是什么？印代表的就是政策呀，啊，就是文书，就是政策呀。所以天干当中出现了一些政策啊，就是从上往下的一些政策。好，那么从上往下这些政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食神生财，也就是说还会有一些创造财富的机会。也就是说，现在的中美两国呢，短暂的会走向一个务实的状态，啊，但是对于第一次谈判的结果，我在上一次视频来说啊，我说虽然中美在日内瓦啊，瑞士的日内瓦呢去做谈判，非常快速的达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是让全世界震惊的。但是我说了，那个结果并不是我并不是很看好。啊，所以后面没几天，马上中美两国就各自诋毁说你也没做到啊，我们的谈判的这个义务啊，那个中国也说美国没做到，美国也说中国没做到，啊，那么后面的谈判，我认为还是会有什么矛盾体现，不会那么顺利，啊，尽管表面顺利，依然还会有摩擦，因为这个谈判的根儿，虽然它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它的根是在4月发生的。啊，是在4月发生的，所以呢，我并不看好未来谈判的这种快速取得良好成果的这样的一种结果啊。但是我会比较看好在这个月当中，什么呢？大家为了各自的利益或者是各自的困难，啊，这么说更准确一些啊，为了各自的困难去短暂的解决问题。而做出的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它是短暂的，不是长远的，啊，好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讲的。中美两国呢，我认为会走向一个务实的状况，向着财星去啊。那么另外的2个国家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我还是要再去强调啊，这个自己的一个预测的问题，就是我说川普在上台之后不能迅速的解决俄乌之战的问题。啊，当时还是有人再去反对啊，在下面留言。那么现在来看，你看他上任多长时间了，对不对？啊，他一开始上任说几天、几十天、几个月，到现在也是让我们看不到一个明确的结果，啊，所以呢，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和平谈判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说，即便川普当时说下的豪言壮语，但是他没有这个能力，啊，他没有这个能力促使俄乌快速的谈判，并且在这个月我们再看俄乌的话，更是遥遥无期，更是会陷入到一种僵局的状态，啊，我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陷入到僵局啊？那你看吧。俄罗斯进入到芒种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57分，实际上是50了啊。但你知道中国的时间是跨越2个小时为1个时辰，而乌克兰呢是11点57分，实际上也是50，所以最后得出的8字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以四人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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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福音，福音，对不对？这个就是福音，福音，就整个8个字当中两两福音。你说这种大福音的状态充斥着全局，会好吗？会反复，而且叫反复无常。陷入僵局，应该讲是一个好的事儿，但是如果后退，有没有这种可能的？完全有。包括我们在之前的几天。看到了乌克兰啊，做出了所谓军事史上的一件奇功，啊，用蛛网行动，啊，用一些小型的无人机啊，把俄罗斯价值70亿美元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包括一些装载着核武器的一些轰炸机，都给炸毁了，
啊，损失了70亿美金啊，这个对于俄罗斯来讲真的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我们再去赞赏啊，乌克兰这样去做啊，那你确实这个所谓的赞赏，是因为在之前是没有过这种行为的，战争史上是没有这样的一种行为的啊，所以从战争本身战术的角度来讲，它确实是一件让我们刮目相看的一件事儿啊。但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讲，乌克兰就胜利了吗？不见得啊，我还是说不见得啊，因为对于乌克兰来讲，这个月又是一个大福音，所以实际上到底是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后倒退了呢？我现在更倾向于俄乌之间是向后倒退了，啊，之前可能还看出了一点停火的希望，现在不知道还酝酿着什么样更大的危险，并且我们能够看到，在整个俄乌之间，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这个八字当中有2个水之外，基本上就是木火，对吧？这2个是木，这4个全是火呀。这个地支当中孕育的全是火，这种火药的意味随时可以爆发，所以不知道未来会产生什么，特别是在这1个月当中。但是我希望的是，不要伤及无辜，不要伤及老百姓啊！我依然希望是战争快一点结束，但是可能我们从这个月看不到希望，有可能看到的是失望。好，那么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讲的马斯克和川普啊。马斯克和川普呢，说实话啊，他们俩之间呢是朋友都知道啊，是因为有一个大美丽法案啊 ，Big and Beauty。啊，实际上呢，这个是川普说的啊，好像马斯克把它定义为叫做 big and ugly 啊，就是大而丑陋的法案。所以2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争执，就是属于政见不合吧，导致了成为个人之间的一种相骂，对吧？本来是政治上的一些意见相左，到最后成了人身攻击了啊，就比如说。川普去说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啊，就是过于女性化啊，只有 gay 才会去开，他是不会去开的啊。而马斯克呢，抛出重磅炸弹啊，说这个川普是在爱泼斯坦的名单上出现的啊，就是深深怀疑了川普的这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问题，以至于在上升到政策上的问题，就是川普怎么样呢？要停止对这个特斯拉的一个我们说的这种补贴，而马斯克直接说我的飞船不给你用了啊，所以他们俩之间呢，我觉得这种撕破脸呢，我之前和大家讲了，深深的埋在月令当中，就是月令是根呐，甲午冲甲子出现了一个天犯地冲的状态，所以这个早晚也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呢，大家要知道。今年呢是乙巳年，对于马斯克来讲啊，它是非常不好的一年。他本来就冲太岁啊，对吧？他属猪的嘛，按照中国来讲，属猪的冲太岁，并且他的冲是怎么个冲法呢？是叫天冲地冲，啊，天干乙辛相冲，地支呢巳亥相冲。所以我在很早之前做出的节目，我说了，马斯克实际上是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啊，后面就得到印证了，他自己也来说是有人身安全问题的，因为今年对他来讲是天冲地冲，啊，那么另外一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月份是壬午月啊，那也就是说从美国的凌晨4点来钟就进入到6月5号的4点57分就进入到壬午月了，而壬和马斯克之间的这个丙又相冲，而午和他的这个子又相冲，所以你想一想。进入到芒种节气，马斯克的八字当中冲的有多大呀？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冲啊，就可能会代表一种冲动啊，这种冲动就有可能引发情绪上的问题。所以你看，我们没法去评价马斯克和川普孰是孰非啊，但是确实在这里面能表现出马斯克个人的一种激动，而个人的这种激动。未来在这个月当中，会不会影响川普的执政？会不会影响
马斯克本身公司的业绩表现呢？这个是不好说的，毕竟两个人是有蜜月期的，啊，他会不会再抛出一些重磅的炸弹呢？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谁要更稳定一些啊？从年纪上来讲，川普应该首先慢慢的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你不能像小孩子打仗一样，你说一句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对不对？那小孩子嘛，我就让你嘛，本来两个人就像情同父子一样的。儿子好，老子先让你一下，你多说一句，我先不说了，啊，或者是我找别人调停一下。我认为川普这样做才是一个稳重的人啊，才是一个政治家应该去做的，要顾全大局啊，否则的话，在马斯克这个月的八字当中冲的那么多。他有可能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然后怎么样的抱着川普，两个人玉石俱焚，这个是不好说的，啊，所以呢，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是有潜在的可能性的。而对于川普来讲呢，我只是说叫希望，为什么呢？因为壬午月当中的壬和丙戌年当中的丙也存在了一个相冲，而今年。这个壬午月的午和他的八字当中的午也存在了一个伏吟，啊，而对于整个这个川普的八字当中来讲，也存在的这个月当中乙巳年啊，这个巳和他的这个巳又出现了一个伏吟的状态，啊，所以呢，实际上呢，我认为啊，川普在这个月当中啊，如果说是做好了一个埋伏。啊，做好了一种稳重的状态啊，你不要过于的冲动。其实他和马斯克对骂就已经是冲动了，后面呢就不要再过于冲动了，让马斯克把这个火充分的爆掉啊，充分的发挥没了啊，冷静了之后，我还是认为呢。川普可以一小步一小步的去蚕食马斯克现在的情绪啊，不是蚕食马斯克，去蚕食马斯克现在的负能量的情绪。那么至于两个人未来会不会走到一起去呢？我认为，对于政客来讲，对于商人来讲，一定是面临着利益会走到一起去的。但是两个人的根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我说了，这种铁三角的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就像那个时候我说中美关系是一样的啊，这是走不回去的啊。那么马斯克和川普也是一样，两个人从情感上来说啊，从信任上来说已经没有了啊。那么未来看的就是什么？有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判断这两个人在这个月份要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马斯克在这个月。有没有情绪大爆发，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深深地炸向川普？另外一个看点就是川普够不够所谓的老谋深算，慢慢地用一些关系去蚕食马斯克的这种负能量的情绪，让他的危险呢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如果说川普一面的正向硬刚的话，那么我认为。马斯克可能会做出对川普十分不利的表现，啊，所以这些事儿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的观看，也希望呢您在观看之后啊，能第一时间的将我的频道点赞、留言、转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一期再会吧。